欢迎收看快乐故事会，精彩故事现在开始。听说死对头沈岩被车撞坏了脑子，我第一时间赶到他家，决定强撸他的猫。沈岩，你是我的舔狗，你说了你的都是我的。沈岩拧眉，片刻后道：“是有这么回事。”舔狗也认。收到沈岩被撞的消息的时候，我正在猫舍痛心疾首地捶胸。还我芝麻！闺蜜将讲不知从哪儿得了消息，激动道：“甜甜，你的机会来了！沈岩不仅被撞了，还失忆了。芝麻，她非你莫属。好闺蜜，你懂我。”我立刻夺门而出。说起来，我和沈岩也算得上是青梅竹马了，我们家和他们家更是门对门。只不过这竹马过于优秀，以至于我这个小青梅常年生活在他的阴影之下，日子过得水深火热。尤其是每次考试或者我犯错的时候，耳边总是伴随着一句"你看看人家沈岩"的训斥声。偏偏我每次被训斥的时候，沈岩都在场，这谁能忍？嗨，我忍了，这一忍就是好几年。后来沈岩的爸妈生意越做越大，他们也搬走了，我的身边再也没了参照物，我妈的训斥声也越来越少。直到我们一家参加了表姐的婚礼，婚礼上，帅气的表姐夫深情告白，讲了他和表姐的爱情故事，还把他们的爱情信物2只猫、虾条和19抱到了台上。这可把我妈刺激的，回到家就在我耳边开始了唐僧念经模式。我亲爱的妈妈，果然只听她想听的。表姐和表姐夫明明就是大学时候就互相喜欢对方了。哪里是2只猫就能促成的姻缘？难不成我养只猫就能找到一个男人了？可是我妈非是不听呀。没办法，细胳膊拧不过我妈的大粗腿。迫于无奈，我准备去家门口的宠物店随便买一只猫，让我妈养着。只一眼我就看到了芝麻，那一刻我就知道我的铲屎官生涯即将开启。要不说我和芝麻有眼缘呢，她见到我立马就过来了，看样子像是要抱，我的心都化了。喜欢吗？冷不丁，一道清冷低沉的嗓音忽然从我身后响起。我没在意，以为是老板，于是点点头。不好意思，他是我的。我一转身就撞入了一双深邃的眼眸里。嚯，熟人！看着那张英俊帅气的面庞，我再次感慨，老天爷真是偏心。甜甜，好久不见。我可听不出来沈岩的语气里有好久不见的欣喜，反倒是那双眼里透着几分莫名的笑意。此刻我只想抱猫走人。许是看到了我们这边的情况，老板过来了，我刚想开口，老板就将猫柜里的芝麻抱了出来，下一秒沈岩接了过去。看着芝麻乖巧软萌的样子，我急了：老板，这只猫我要了。不好意思呀，小姐，这只猫早就被沈先生预定了，今天正好是他来接猫的日子。沈岩临走的时候，特地回头看了我一眼，说：甜甜，你真的喜欢这只猫吗？有机会。我用力的点点头，甚至感谢的话都要出口了。那以后你可以来我家看看它。就这，看着沈岩抱着猫离开的背影，我后槽牙都快咬碎了。瞧，这就是我竹马。啊呸，死对头！姑娘，到了！滴滴司机的声音将我的思绪拉了回来。我抬头看着车窗外的小区，是我住不起的地儿。下车之后，我直奔沈岩家。到了门口，我缓了一口气之后，就按了门铃。刚好钟点工阿姨拎着垃圾要走，我说我是沈岩的朋友，阿姨直接就让我进去了。临走的时候还交代了一句：沈岩正在屋里休息。在休息？那太好了，方便我下手。关上门，我蹑手蹑脚地进了客厅，四处搜寻着芝麻的身影。终于在阳台上看到了正在晒太阳的芝麻，我立马走过去，将芝麻抱到了怀里，蹭了它好几下。芝麻，我的好大儿，妈妈这就接你回家。结果走到门口，我手刚碰到门把。你是谁？我一回头，一道黑影立马压了过来，逆着光，我只看得到沈岩头上那缠了一圈的白纱布。不认识了。果然脑子撞坏了。
没等我开口，沈岩逼近了一步，我立马被困在了他的胸膛和门板之间。你怎么进来的？想干什么？为什么抱着我的猫？一连三问，许是鼻翼间那股气息过于强烈，我脑子一热，直接脱口而出：沈岩，你是我的舔狗，你说过你的一切都是我的，包括我怀里的猫。我抱紧芝麻。气氛静默了片刻，下一秒，沈岩的那张俊脸在我面前渐渐放大，他似乎在细细地打量我。紧张？是有这么回事。我傻了。我确定以及肯定，沈岩的脑子真坏了。正愣的片刻，怀里的芝麻一下子窜到了沈岩的怀里。晴天霹雳！我再次伸手，芝麻立马将小脑袋埋进了沈岩的怀里，连个眼皮都没朝我掀。我酸了。然而下一秒，一只大掌朝着我的脸颊伸了过来，动作温柔地捏了捏。芝麻刚接回来没几天，有些认生，你别难过。还没等我从沈岩宠溺的语气、亲昵的动作中反应过来呢，芝麻竟然抬头朝着我叫了几声。我是被爱屋及乌了，这滋味谁尝谁知道。偏偏沈岩还嘴角勾着，一副体贴的模样安慰我：你看，芝麻也是喜欢你的。呵，我谢谢你全家。看着沈岩刺眼的笑，我暗暗发誓，男人我没有，猫我必须拥有。沈岩，你这伤看着好严重，医生有没有说什么时候能把以前的事情想起来呀？我得先打探清楚情况。医生说了，我的失忆只是暂时性的，最迟3个月，只要我这段时间多和老朋友见面，很快就能想起来了。3个月的时间，那太够了。我还不信，3个月我还不能征服一只猫。看着沈岩怀里的芝麻，我势在必得。至于老朋友，我不就是吗？见我也是一样的。我故作善解人意，这样呀，那太好了。沈岩，你放心，我会帮你的。这段时间，我会把你怎么舔我的事情都告诉你的，这样肯定有利于你的恢复。沈岩啊，你也有今天。听着我的话，沈岩的眸底露出了几分我看不懂的情绪。没等我细细琢磨呢，沈岩笑了，笑得意味深长。好呀，我也很想知道我是怎么当你的舔狗的，那我可太能编了。就在我洋洋得意之际，浑然不知我和沈岩之间的距离无形之间又拉近了许多。抬头的时候，我的额头从沈岩的薄唇上擦过，他的唇这么软，我有点晕。沈岩眼里极快地闪过一丝笑意，轻轻地说：我有没有对你这样过？我慌了，这特么要怎么演？眼瞅着我俩的鼻尖都靠鼻尖了，一阵兴奋的喵喵喵声响了起来。原本在沈岩怀里的芝麻开始伸出肉肉的小爪子扒拉我了。沈岩脸上有些红，抱着芝麻往后退了退。新鲜的空气顿时涌了进来，我也清醒了。天哪！我差点趁人之危。不怪我，实在是失忆的沈岩太好欺负了。就在这时，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打破了此刻有些尴尬的气氛。沈岩转身走到客厅，拿起茶几上的手机。我一口气还没吸完，就听到手机里传来的那句：沈岩，听说你被撞了，哥几个马上就来看看你。这哪行？要是沈岩的朋友来了，那岂不是露馅了？不行！我立马冲到客厅，对着沈岩摆摆手，示意他不行。沈岩深邃的眸子看着我，不明所以的笑了笑，不过还是听我的，婉拒了。为了早点将芝麻搞到手，我决定放个大招。沈岩，你需要好好休息。至于兄弟，等你好了，随时都能见。我答应了会帮你，就肯定不会食言。我想过了，在你恢复记忆之前，你就和我一起住。我得让芝麻早点适应我住的环境，这样更能方便我得手。沈岩的眼里闪过一丝诧异和欣喜。你确定？当然了，芝麻我势在必得。好，看着收拾的身影，我觉得好像哪里不对劲。沈岩的速度很快，我还没想好哪里不对劲的时候，沈岩已经拎着行李箱，抱着芝麻站在我眼前了。走吧，甜甜。沈岩不是失忆了吗？怎么知道我叫甜甜？
你刚才看到的。顺着沈岩的视线，我低头，这个角度能看到的不仅仅只是那条刻着我名字的吊坠，还有沈岩。我怒。对上沈岩玩味的眼神，我立马偃旗息鼓。走吧，我转身，顶着又红又烫的一张脸，咬牙切齿。沈竹马，来日方长，走着瞧。事发突然，我早上出门的时候，家里也没怎么收拾。沈岩站在唯一能落脚的门口，眉头紧皱。你没等沈岩开口，我就把扫把塞到了他的手里，然后接过他怀里的芝麻，笑语艳艳。身为舔狗的你最喜欢帮我打扫了，开始吧。看着沈岩难得怔愣的模样，我嘴都快咧到耳后根了。打开电视，我抱着芝麻坐在了沙发上，余光却时不时地看一眼沈岩，他在扫地。沈岩在我家扫地。沈岩，厨房里也需要收拾一下了。沈岩，你看看桌子要不要擦？沈岩，衣服洗好了，快去晾吧。我一集电视剧看完，沈岩收拾的战场已经转移到阳台了。大片大片的阳光从窗户射进来，照在沈岩背后的墙壁上，金黄一片。沐浴在那片犹如神迹般的阳光里的沈岩，格外的耀眼闪目，就像阿波罗一样。只可惜，阿波罗手上不会拿着粉红兔子发箍，那是闺蜜江蒋送我的本命年礼物，说是有朝一日，我一定会狠狠地感谢她的。我现在就想狠狠地感谢她。我以最快的速度冲到了沈岩面前，一把将他手里的粉红兔子发箍给夺了下来。我故作镇定，这里不需要你打扫了，你去做饭吧，我饿了。沈岩嘴角微勾，看着我的眼神都变了，深沉又浓厚。与我擦身而过的时候，说了一句：“我也饿了。”我拿着粉红兔子发箍的手一抖，总觉得沈岩的这句话透着几分的暧昧。等我藏好出去的时候，一阵阵的香味直往我鼻翼里钻，这可是外卖达不到的层次。被这香味勾的，我真饿了。走到餐桌旁，桌子上已经摆好了3菜1汤。沈岩可真会。看着沈岩围着围裙，正在拿着饭勺替我盛饭，那一瞬间，我心里竟然有些恍惚，就好像我和沈岩已经在一起生活了很多年似的。这顿饭吃得我五味杂陈，尤其是看到沈岩眉梢之间尽是深情的模样，替我夹菜，帮我剥虾的时候，我差点筷子都没拿住。是的，我怂了。我刚想开口，沈岩突然起身，越过桌子，那白净修长的手指就这么轻轻地摩挲着我的嘴角。怎么还和个孩子似的，嘴角都沾上米粒了？好了。沈岩的声音落在我的耳里，酥痒的我不禁地打了一个冷战。果然是舔狗。好不容易吃完了，沈岩很有舔狗的自觉性，立马把碗拿到厨房洗了，还特地给我切了水果。看着白瓷盘里切成块还插着签的水果，追的剧顿时不香了。整整一个下午，沈岩将我的小窝收拾得干干净净，整整齐齐的，地板上连根头发丝儿都没有。沈岩这体内舔狗的潜质算是被我激发了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我躺在沙发上，朝着对面的沈岩伸出了脚。我脚冷，帮我捂捂。这也是我以前经常做的。沈岩嘴角挂着莫名的笑意。我一本正经地扯着慌。是。话音刚落，沈岩毫不犹豫地坐了过来。沈岩撩开上衣，我看着那块块肌理分明的腹肌，下意识地咽了一口口水。然后沈岩握着我的双脚，直接就往腹肌上靠。滚烫的温度灼得我下意识的就想缩脚，却被沈岩按住了。甜甜，别乱动。沈岩的声音沙沙的。我哪里敢动，就这么老老实实的任他按着脚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就老实不起来了。沈岩的大掌以攀岩的趋势，打着转儿的在我的小腿上摩挲着，又痒又麻。我必须得动，要不然那手……沈岩，我脚不冷了，你松开。我稳着声音，生怕沈岩听出些什么来。沈岩很听话，真的松开了。舔狗的沈岩太勾人了，我自制力太弱，怕我得抱着芝麻壮壮胆。结果我刚摸到芝麻的毛，它就嗖的一下子窜出去了。等我转过身的时候，就看到芝麻已经在沈岩的怀里拱着了。
芝麻，你等着，我不信拿不下你。房间里，我躺在床上，看着天花板，连手机都没心思玩了。今天的沈岩怪怪的，难不成失忆的人都是这样的？想着想着，一阵阵的困意来袭，我连自己什么时候睡着的都不知道。迷迷糊糊间，我好像听到有人在叫我甜甜，一声一声的。谁把我的名字叫得这么缠绵缱绻、深情万年的？我想睁开眼睛看一眼，可是眼睛沉沉的，压根睁不开。算了，可能是做梦吧。不过这梦做得可真美。清晨，我是被一阵扰人的手机震动声吵醒的。我闭着眼睛，像往常一样在床上摸索着。不对呀，我的大床是软软的，可手下摸到的东西却是硬的，不仅硬，捏一捏还特别有弹性。我混沌的大脑一下子就清醒了，一眼望去，我的手正在一大片光裸着的肌肤上停留着呢。啊呀！我是谁？我在哪？我在干什么？一定是梦还没醒呢。我再次闭上眼睛。这时，头顶上一句沙哑暗沉的甜甜响起，我懵了，随即而来的就是一阵滔天的怒火。沈岩竟然趁着我睡着了，进我的房间，还睡我的床。我先被救起，指着沈岩，义愤填膺：沈岩，我是想帮你恢复记忆，才把你带回家的，没想到你竟然趁人之危。你这个小人！沈岩皱了皱眉头，一脸的委屈。甜甜，你看清楚，这是谁的房间？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客房。甜甜，昨天夜里是你进了我的房间，一进来什么话都没说，就上了床，直往我怀里钻。我吓坏了，叫了你好几声，你都没反应。我想着你是不是在梦游，就没敢再叫你。这种生扑的事情，我平时顶多就在梦里做做。视线不经意地落在了沈岩的胸膛上，我脸一热，再也顾不上和他对峙，跑出了房间。自然没有看到身后沈岩眼里那溢出来的笑意。回到房间，我倚靠在门板上，绞尽脑汁地想了好一会儿，也没想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。我妈也没说过我有梦游这毛病呀。洗漱的时候，我看着镜子，眼前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了今早的画面。我被沈岩搂在怀里，我的头枕在他的手臂上，我的手搭在了他的腰上，我竟然一点也不反感这样的亲密，反而心里竟然隐隐的有些窃喜啊！色令智昏呀！从洗手间刚出来，我就感觉到家里的气氛不对劲。出去一看，好家伙，闺蜜江蒋正站在门口，那张圆嘟嘟的脸就跟微信上第7排第3个表情包一样。而沈岩正蹲在那给芝麻铲屎呢。眼瞅着闺蜜就要张口了，我立马冲过去，一把捂住了她的嘴。这是我闺蜜江蒋，这是我舔狗沈岩。气氛并没有因为我的介绍好到哪里去，闺蜜江蒋倒是安静了下来，只是看着她那滴溜溜直往我和沈岩之间转儿的八卦小眼神，我生怕她会说漏嘴，连忙将人往我房间里带。刚进屋，江蒋极其兴奋地看着我：哇，甜甜，你这竹马可真帅呀！说说，你怎么把它变成舔狗的？是不是你趁人之危？好闺蜜，你清醒点呀！怎么能因为男人的一副皮囊就怀疑自己的姐妹呢？虽然这副皮囊的确帅得有点过分了。姐妹，还是你牛，知道肥水不流外人田。现在猫有了，男人也有了。男人在哪？沈岩吗？我不禁地打了一个冷战。你别瞎说，我和他没什么，我只对芝麻感兴趣。我极力否认。江蒋笑了，笑得露骨，是吗？赶紧说说，外面那位是怎么回事？你俩怎么就同居了？到哪一步了？拉手没？亲嘴没？我送给你的发箍戴了没？我深深地呼了一口气，差点忘了谢他。房间里的鬼哭狼嚎，直到敲门声响起，才停了下来。江蒋被我压在墙上，泪眼婆娑，那张肉嘟嘟的小圆脸更是红了一片。嘿嘿，我揉的。我去开门的时候，特地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。
门打开，沈岩正端着水果站在那。甜甜，我给你切了水果。沈岩一脸宠溺地看着我，我感动哭了。假的。接过水果盘，沈岩伸手温柔地将我额前落下来的那一抹飘着的碎发别到了耳后。有事情随时叫我，我就在客厅。好。房门合上，不知何时凑过来的闺蜜捏起了果盘里的葡萄，含糊不清地调侃：苏甜甜，你要是和沈岩没亲密过，我把脑袋拧下来给你当装饰。那还是算了，挺血腥的，受不起。见我不说话，闺蜜来劲了，一张口，我直接就把她送走了。她说：我是过来人，肯定能给你战术性指导。客厅里的沈岩看到我和闺蜜推推搡搡的，刚要过来，我立马一个高抬腿，直接就把她踹出去了，然后顺手改了大门密码。回头看到沈岩一脸诧异，那什么，她男朋友找她，急着回去。沈岩笑了，又是那种我看不懂的笑。想到闺蜜说的话，我在看沈岩的时候，心里竟然莫名的有些拧巴，就形容不上来的感觉。我和沈岩，不，我立马摇摇头，将脑子里那个危险的想法甩出去。先不说我现在在骗他，光是等他恢复记忆了，就肯定还是那副冰山样。就在这时，兜里的手机响了起来，恍恍惚惚的我直接就解锁了，闺蜜的声音立马响遍了整个屋子。啊，甜甜，我忘了说了，我送你的发箍超粉嫩，你戴上绝对是万人迷。嘿嘿，我连忙挂电话，可越急就挂得越慢。到时候直接就穿着这套去扑倒沈岩，只要他是个直的，就一定会臣服在你的丰满之下的。闺蜜的声音戛然而止，我正在原地，只感觉一阵血液直往脑子里涌。我现在开门出去追杀闺蜜，应该还来得及。沈岩没有给我这个机会，他拦下了我，眸光流转地看着我。甜甜，原来我们的关系已经这么亲密了。不，未说出口的话被沈岩的指腹盖住了。甜甜，以后扑倒这种活交给我就行。呵，讲，我要宰了你。中午还是沈岩做的饭，我在书房里工作。在我家睡了一夜的芝麻，已经能主动地跑到我书房里晃悠一圈了，有时候还会缩在我脚边，四脚朝天地翻滚着。光是看着芝麻那双眯眯眼，我就快乐极了。邮件处理结束，我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，活动了一下四肢，然后就听到了客厅里的动静。不知何时，我家不算宽敞的客厅里竟然站了好几个西装革履的男人。我看着倒像是在和沈岩汇报工作，一个个手上还拿着文件。见我出来了，沈岩朝着几人使了一个眼色。不到片刻，客厅恢复了安静。我懵了，沈岩不是失忆了吗？他们是公司里的员工，过来送文件的。你还记得他们？沈岩理所当然地看着我。昨晚和你睡了一夜之后，早上我就想起来了一些关于公司里的事情。甜甜，你的方法还挺管用的，和你在一起，我肯定很快就能好的。这话好像对又不对的。我还想继续追问，沈岩却牵着我，大拇指的指腹不停地在我掌心揉捏着。甜甜，有你真好。我晕了，直觉有哪里不对，可沈岩没给我机会，将打包好的甜品塞到我怀里。工作一下午饿了吧？这原味芝士刚买的，尝尝。有沈岩真好，真好吃。夜悄悄地深了。等我回到房间的时候，沈岩正坐在我的床上。甜甜，床我已经暖好了，不会冷脚了。我的脚一直都冷，小时候我爸就是个人形热水袋，都会先帮我把被子捂热了，再让我进去睡。沈岩他在我正愣间，沈岩已经下床了。看着那道朝着我走来的颀长身影，我的心竟然有些紧张。甜甜，晚安。沈岩揉了揉我的脑袋，然后就出去了，还很贴心地帮我合上了房门。嚯！我心里已经想好了10000种沈岩要睡我房间的应对政策，结果就这，啥也不是。睡觉，躺在床上，我再一次的辗转难眠。其实沈岩好像也不是那么讨厌，
难不成就为了小时候因为沈岩这个优秀参照物挨的骂就讨厌她？或许闺蜜说的没错，我讨厌沈岩，更多的是因为嫉妒。要是我把这个优秀的参照物拿下的话，那我妈……嘿嘿，想着想着，我闭上了眼睛。这一夜，我好像又做梦了。梦里，我妈喜笑颜开地宣布，我是全家人的骄傲，为苏家引进了一个基因优良的女婿。沈岩住进来之后，日子好像过得特别快。我俩竟然在同一屋檐下相处小半个月了。上次这种和谐的画面，还得追溯到小时候。不仅如此，这段时间，我家狭小的客厅里，每天都会站上几个西装革履、不同面孔的男人，无一例外都是来找沈岩的。我的书房都被沈岩征用了，俨然成了小型会议室。而我这个家的主人，只能抱着芝麻窝在沙发上，看着茶几上的电脑。日薄西山，最后一个人从书房里走出来了，看样子工作已经谈好了。门合上的时候，沈岩出来了，走到我身边，声音里透着些愉悦。甜甜，家里冰箱快空了，我们出去逛逛。我眼睛一亮，那太可以了。超市里，沈岩推着车，一脸宠溺地看着我，不停地往车里塞着各种各样的零食。路过生鲜区的时候，沈岩会俯身凑到我耳边，轻声地问我想吃什么，就好像我和沈岩已经是相处了很多年的老夫老妻一样。工作完了，出来逛个超市，一起商量晚上要吃什么。我竟然有了温馨的感觉。从超市出来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沈岩一手一个购物袋，还时不时地护着我，生怕来来往往的行人碰到我。我的手插入衣兜里，摸到了凉凉的包装袋，然后趁着沈岩将购物袋放入后备箱的时候，我跑了过去，给我的掌心里躺着一颗包装袋已经撕了一半的玉米软糖，这是我的最爱。沈岩一愣，然后笑了，那张英俊的面庞在路灯的映射下像是在发光，那道光直往我心里照。下一秒，沈岩微微低头，我能感觉到有一阵温热的湿如在我的掌心晕染，我脑子一懵，沈岩他有洁癖的，很甜。瞬间，我感觉全身的血液全部堆砌在我的脸上了，我不敢再抬头，心里更是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在滋生。一到家，我和沈岩都很有默契的没有提起刚刚的事情。他做饭，我撸猫，一副相安无事的样子。只有我自己知道，被沈岩舔过的掌心像是在发热，一直在灼着我。吃完饭，我就进了房间，开始平复着自己心里那几头乱撞的小鹿。直到入睡前，我的脑海里都是沈岩低头吃我掌心那颗糖的一幕。完了，妈妈，我可能不只是想要猫，还想要男人。清晨，刺眼的阳光照了进来，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，看到床边坐着一个人，正笑眯眯地看着我。我闭上眼，翻了一个身，准备接着睡。然后下一秒，我猛地睁开眼睛，立马清醒了，整个人都坐了起来。真的是我妈！我傻眼了，什么情况？赶紧起来洗漱。我妈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就出去了，留下我一个人在房间怀疑人生。我用最快的速度将自己收拾好，然后冲了出去。好家伙，客厅里的沙发上正在热络地聊着的，可不就是我妈和沈岩他妈吗？甜甜起来了，来，到阿姨这来。说起来，沈岩妈妈小时候特别喜欢我，经常拉我去她家吃饭，说我听话懂事，希望能有一个像我这样的女儿。沈阿姨好。我木木地走过去，任由沈岩妈妈拉着我的手，视线却在屋内搜索着沈岩的踪迹。沈岩去哪了？妈，阿姨，你们怎么一起来了？我临危不乱，我去找你妈，准备一起去寺庙还愿的，正好你妈要来看你，我就跟着一起来了。那你们有没有看到沈岩呀？这次我妈开口了，对呀，我已经好久没见过小岩了。我心里一喜，没露馅。他呀，最近一段时间神神秘秘的，上次回家的时候还跟我说最近在追一个女孩子，很快就能把人带回家给我们看了。沈岩妈妈说这话的时候，眼里的笑意根本藏不住，我的心
顿时不喜了。是吗？那可要恭喜你了，很快就要有儿媳妇了。哎，你说咱俩一起去的西郊阳山月老祠，你那这么快就有动静了？我妈看了我一眼，恨铁不成钢的摇摇头。我心里特委屈，月老是不是真的把我忘了？沈岩妈妈看着我，笑了笑，不愧是母子，连笑容都是一样的，令人捉摸不透。不行，我得赶紧再去拜拜，这次我得请尊月老像回来。我妈风风火火的拉着沈岩妈妈就走了。客厅里，我一脸茫然，脑子里尽是沈岩妈妈的那番话。沈岩已经有喜欢的女孩子了，正在追人家，而且还好事将近，结果却因为一场意外失忆了，还被我骗回了家，在我这打扫做饭还捂脚。许是察觉到我情绪有些失落，芝麻竟然主动地跳到了我的怀里，小脑袋直往我怀里拱。芝麻，你是不是感觉到我的身上有沈岩的气息，把我当自己人了，所以才愿意和我亲近的？喵，那你以后跟我一起好不好？我肯定会好好的疼你爱你的，我绝对不会有第二只猫的。喵喵，呜。为什么好难过？我要抱着芝麻离家出走。刚换好鞋，门开了，门口的沈岩袖口的衬衫挽了上去，露出了一截白净的手腕，一眼都能看到那充满荷尔蒙气息又禁欲十足的青筋。我不看，不看极不想。甜甜，怎么起这么早？你不是最喜欢睡懒觉的吗？沈岩怎么知道我喜欢睡懒觉？没等我开口，沈岩低头看了我一眼，要出去。对了，这里是我家呀，我走个什么劲儿？我豪横起来了，抱着芝麻，指着沈岩，给你10分钟的时间，赶紧收拾你的行李，走人。沈岩蹙了蹙眉，甜甜，你是下了床就不想负责了？沈岩逼近，将我困在了玄关。怀里的芝麻见势不妙，嗖的一下，竟然从我怀里跳了下去，溜了。你别乱说，我这是拨乱反正，让一切回归正轨。他喜欢的女孩子还在等着他呢。我垂下了眼眸，遮住眼里的失落。乱说，脚凉了我帮你捂，床冷了我帮你暖。甜甜，你想赖账？哎呦，要死了！苏甜甜，你要是敢对小妍始乱终弃，我把你耳朵拧下来给你爸下酒。我抬头望去，电梯门口正站着我妈和他妈呢。完了，我脑子一下子就被灌入了一桶浆糊，晕晕乎乎的，想开口解释，可我妈压根就没给我这个机会。一边拉着沈岩妈，一边亲切地挽着沈岩进了屋，独留下我这个亲生的女儿在门口受着冷风吹。小妍呀，你放心，既然你和甜甜关系都这么亲密了，阿姨绝对不会委屈了你。妈，我开口想要打断我妈的一厢情愿，只可惜我妈连看都没看我一眼，倒是沈岩看了我一眼，然后缓慢且认真，阿姨，你做主就行。我妈当即掏出手机给我爸打了电话。不到半小时，我那小小的客厅已经聚集了2方家长。我和沈岩站在4人的对面，听着他们在开心地商量婚事，我连插嘴都插不上。沈岩妈，你是不是忘了什么？没办法，我只能拉了拉沈岩的衣角。我准备向他摊牌。沈岩俯身凑了过来，眉梢间都染上了笑意，声音低沉：天宝，放心，有我在。一句卧槽脱口而出。沙发上的4人齐齐朝我看了过来，尤其是我妈的眼神，那叫一个凌厉。我脖子一冷，立马低下了头。没人懂我。小时候，我爸特别希望有一个女儿，终于等到了我，一激动，直接给我起了一名叫苏天宝，寓意上天赐给他的宝贝。好家伙，谁能懂？我那么一个可爱粉嫩的小姑娘，被人在后面追着叫天宝，天宝的痛。等我有了自主的意识之后，哭天喊地的逼着我爸去派出所改了名字，这才有了现在这么好听的苏甜甜。我是苏甜甜，不是傻白甜。难怪觉得沈岩不对劲了，原来这厮压根就没失忆。闺蜜将讲的情报有误，这头猪只知道睡觉吃饭缠林毅。我正在心里恶狠狠地宰着猪呢，突然
手被牵了起来。沈岩对着我，单膝着地，从衣兜里掏出了一个精致的绒盒，打开，好闪。甜甜，我爱你。要是你问我，这份喜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，或许是你第一次会走路，迈着腿跌跌撞撞地向我跑来的时候，或许是你拉着我的手冲我笑，然后将你最爱吃的玉米软糖放在我掌心说很甜的时候。我一直在等你长大，即使在等你长大的过程中，有波澜，有曲折，有意外，却依旧不会减少我爱你的心。甜甜，嫁给我。到时候芝麻就是夫妻共同财产，不只是他，我也是你的。我的眼前一片水雾，沈岩这厮太会了，猫又色诱，齐活了，这谁能扛得住？嘻嘻。在我爸妈和他爸妈的见证下，沈岩将象征着承诺和永恒的钻戒套进了我的无名指。当天下午，我和沈岩就被双方父母催着去领了证。看着结婚证上的日期，我恍然，今天是我生日，阴历的。我一激动，直接抱着沈岩吧唧了一口。然后沈岩一路风驰电掣地赶回家，一进门，一顿热吻劈头盖脸地落了下来。玄关就是战场。喘息之间，我抵着他，沈岩，别在这叫我什么老公。沈岩笑了，笑得蛊惑，眼里的火又深又沉。嘻嘻，好羞。沈岩日记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苏甜甜对我越来越排斥，还时不时地躲着我。明明小时候最喜欢抓着我的衣角，一口一个严哥哥的叫着，还会在我失落的时候，听话乖巧地仰着粉嘟嘟的小脸蛋，笑眯眯地将他最爱吃的玉米软糖塞到我的手上。果然女大18变，变得还有那颗心。呵，我怎么会允许？但凡出现在苏甜甜身边的男性，只要流露出苗头，都无一不被我掐灭在摇篮里。就这样，苏甜甜做了23年的单身狗。至于我，比她多了几年。不过没关系，往后余生，我会身体力行地补偿她做这么多年单身狗的损失的。毕业之后，公司逐渐稳定，我也开始着手准备把媳妇骗回家的计划。苏甜甜的表姐夫是我的学长，在他的婚礼上，我拜托他讲了他和他妻子的爱情故事，尤其是那2只猫。丈母娘的心思我最懂。果不其然，苏甜甜被他妈逼着出去买狗了。她最懒了，家门口的宠物店是她的极限。我事先和宠物店的老板说好了，不管苏甜甜看中哪只猫，我都出双倍的价格。后来苏甜甜看中了芝麻，看着她望着芝麻的眼神，我竟然有些吃醋。呵，我还不如一只猫。苏甜甜闺蜜的男朋友林毅是我的舍友，我让他将我被撞失忆的消息透露给了他女朋友。苏甜甜来了，不愧是我看中的媳妇，就是这么大胆，一本正经地说我是她的舔狗。是啊，从小到大，我一直都是你苏甜甜的舔狗，就算是舔一辈子，我也甘之如饴。苏甜甜，我爱你，远比你能想到的更多。精彩故事下期更精彩，感谢收看。